7号床的情况还可以，还剩几号床没查？彩电啊，哦，没有了，主任。那我去 ICU 了啊。哎，你别去 ICU 了，昨天晚上就没怎么休息，赶紧去值班室睡会儿。ICU 周达那儿盯着呢。还是我去吧，你跟江百烈手机要随时保持畅通，一个平台打电话要确保第一时间接到，知道吗？好了，主任。唐主任，我昨晚找出那台被饲养员意外关机的人工心脏，把它放在测试机上进行测试，结果真的意外停机了。目前不清楚是软件还是硬件发生了问题，需要逐一排查，但是这需要花不少的时间。是啊，时间是现在最紧迫的。如果石岩阳在关机前就因自动停机死亡，当时就应该发现，怎么会拖到现在才发现？这是我的责任。当时负责监控石岩阳的人是谁？是你吗？是江医生。我只记得我一抬头的时候，那只羊已经趴在地上不行了。我以为是流量不够，我让饲养员去加大了流量。一抬头，感情你一直低着头来着。刚才王工已经说了，机器的关机时间比饲养员关机的时间要早3分钟，3分钟够你反应了吧？当时你干嘛去了？我忘了。你忘了？如果那个时候能发现，我们就不会贸然送审，主任也不会误以为可以做人道主义豁免手术。那对王雪春的治疗，那会是完全不同的2种方案，我们也不会这么被动。赖小波，别说了，少说2句。现在不是相互指责的时候，知道吗？我还有很多工作，我先走。辛苦了，王工。主任，我就是生气，我们太被动了。行了。主任，好了，不用说了。喂，你好。啊，我是安和的江百烈。好，好，太好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有供体了。唐主任，我刚才去看过他，肾衰竭的指标已经好转，情况基本稳定。涂磊，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已经找到和王雪纯匹配的供体了。有供体了？真的吗？你确定？因为上次……确定。秦医生跟江医生已经买了最近时间的飞机票，捐献者在外地的医院。他们要确定供体没有问题，然后运回安和医院，我们就可以商量后面的手术方案。总之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一颗健康的心脏。一颗健康的心脏。唐主任，叶主任，看这么高兴，肯定是有什么好消息吧？等到供体了，跟王雪纯配型成功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是啊，我觉得我心里的这块石头终于落地了。我能看出来，你跟这个病人的关系啊不一般。其实我觉得，好像是我欠了他一颗心脏，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还给他了。哎呀，以后他就可以带着他女儿到处去玩，不用像前几年那样小心翼翼的。还有，他爸爸高血压，我相信知道这个消息以后，一定比任何的降压药都管用。是，这好消息是好消息啊，可是什么？你对这个病人，是不是有点过于用心了？这个病人的情况有一点特殊，这次肯定来不及了，但我可以保证下不为例。
从今以后我肯定会变回。 你好，李社工。你好，吴护士长。是约养父母见面吗？那孩子的养父母啊，他们改主意了，他们说不收养这孩子了。什么叫他们改主意了？为什么会反悔呢？是工作人员没有说清楚，养父母以为孩子只有心脏畸形，已经做过手术了。今天才知道，孩子的妈妈呀有精神分裂症，他们怕万一遗传。 有这个因素，这个女婴8成不会再有人收养，得在福利院长大了。叶主任，看下手术啊。哎，老秦不是取到供体了吗？ 你们组今天晚上定的手术室怎么取消了？哎，没取着，这个取供体的团队飞机晚点了，得先取其他的供体才能取心脏，所以我们这移植手术啊，只能推迟了。唐主任啊，现在还在 ICU 呢。是吗？哎呀，他一时顶不住。行，你忙吧，我走了。哎，记仔细了。唐主任，怎么今儿又是你啊？我还没见过哪个大主任天天在 ICU 熬通宵呢。周大女儿发烧了，我让她先回去了，而且别人看着我也不放心。你也回去吧，我帮你盯着。不用了，你下班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今儿正好值班，科里也没什么别的事儿，你回去吧。有什么事儿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不用了，那你去休息室睡一会儿。唐主任，你明天还有移植手术呢，如果今儿休息不好，那明天手术怎么办？没事，我都习惯了。反正我在 ICU 还有个术后的病人要看着，而且人 ICU 有医生，对不对？你当他们是摆设啊，是吧？是的，唐主任，我们科的主任都是抢救的好手，况且还有叶主任在这儿，你就放心的回去吧。放心吧。那帮我盯紧点儿，如果有任何情况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我去休息室躺一会儿。哎，你还是回家休息吧，办公室休息不好，而且你家离得近，就10分钟的路程。他要是真有什么事儿，我们连10分钟都 hold 不住吗？那好吧，谢谢你。去吧。盯紧点儿。叶主任，我好像记得你今天不值夜班吧？我顶替别人的。叶主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王雪纯那儿呢？周达早上5点就来了，我跟他交接过了，他现在在 ICU 看着呢。情况怎么样？我走的时候一切正常，不过应该尽快手术，他的身体应该撑不了太久。供体到了就好。请大钟。喂，大钟，你不是7点钟给我发信息吗？说去取供体，这么快？不是，你们再检查一下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你们回来吧。主任，怎么回事？捐献者的心脏有实质性的病变，边缘供体都算不上，根本用不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哎，刘副院长，欧阳处长，一大早您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坐。哦。欧阳处长，有件事情我没想明白。
想听听你意见。是这样，宋宝德呢给我推荐了一家瑞士的人工心脏公司。这家公司想打入中国市场，想跟安和合作。他们的产品呢是第2代，不是磁悬浮，但性能也还行，开出的条件也不错。但是有个条件就是，安和必须在5年内只能使用他们品牌的产品。这次人工心脏质检出问题啊，让我反思，是不是2条腿走路会更好？你觉得呢？刘副院长，您这么聪明的一个人，怎么没转过来呢？转什么呀？5年内不能使用其他品牌，那也就是说，咱们安和自主研发的磁悬浮人工心脏就不能在安和做临床试验，否则的话，就是属于使用其他品牌。我就说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还有，现在很多家医院都在研发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坚持，虽然说很快就能用上瑞士公司的产品，但是5年后，国产人工心脏的领域我们就会落后一大截。你别说追不上人脉，就是其他几家心脏中心，也会排到我们前面去。反正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这事儿是我欠考虑。行，知道了。对了，这事儿千万不要和唐佳瑜说。好，谢谢。主任，市内的急诊电话都打过了，目前还是没有新的捐献者，捐献平台也没有。王雪纯现在是第1顺位，只要有供体，他是有机会的。主任，王雪纯突然白蛋白低，血液酸碱平衡紊乱。是肝脏。周大已经开始给他输白蛋白，加大利尿，为了防止乳酸堆积，也给了碳酸氢钠。我有话跟你说，我现在真的有很重要的事，没有时间，不好意思啊。等不了唐佳瑜，我现在劝住了刘副院长，但是我怕他自己又绕进去。宋宝德现在在给一家瑞士的人工心脏公司牵线，想促成跟安和的合作，用进口的人工心脏代替你跟王海明研发的产品。唐佳，主任，不要跟过来，我自己去，别跟过来。嘱咐你爸爸的事一定要记住啊！要是晚上老人失眠，唐主任，唐主任，怎么了？不需要人工心脏。哎，宋主任，您跟那家瑞士人工心脏公司很熟吗？唐主任，我问你熟不熟？这熟不熟的能怎样？这人工心脏也不是一家的专利。如果您很熟的话，想请您帮个忙，能不能帮我弄一台机器来？我的病人王雪纯现在已经出现肝脏衰竭了，一时之间没有合适的心脏供体，所以我想，能不能试一下人工心脏植入？宋主任，如果您真的很熟的话，能帮我尽快弄一台机器吗？可是进口3级医疗器械，不通过审查，不可能让你用的。人道主义豁免书或者是学术交流，什么名头都行，只要能帮我弄到一台心脏，王雪纯也许还有活下去的机会。唐主任，您高估我了，这事儿恐怕办不成。宋主任，如果您能帮我弄到机器，我愿意辞去心脏中心主任的职务。唐佳瑜，你想什么呢？这不是你们俩之间能决定的事儿。唐主任，这恐怕不合适吧？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，只要您能帮我弄到机器，我马上写辞职信。当然，把重病组留给我就可以，其他职务我一概不要。回来了啊！主任很快就不是主任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呀你？
宋宝德认识一家瑞士的人工心脏公司，主任说只要他弄一台给王雪川用，他就把中心主任这个位子让给宋宝德。疯了！这位子能是说让就让出来的吗？啊？江伟烈，主任现在这个情况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行了行了。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好吗？哎，那个张宁主任，张主任，那个，哎呀，行吗？这次我是真的想帮你呀，可是很遗憾，药监局审查没通过，我也很无奈。再帮我想想办法。主任，王雪晨外周循环衰竭，全身 DIC。有办法，有办法，用药，马上用药，升压药。还有，输血，一定要输血，知道吗？再想想，再想想，帮我想一想。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，帮我想一想啊！主任，王雪晨现在的情况是，就算有供体有人工心脏，也不能再做手术了。他现在是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，已经进入到终末期了，不可逆了。主任，要不我去跟家属说一下。我去。图兰应该从我嘴里知道这个消息。昨天你还说可以救的，不只是可以救你，你说他马上就要得到一颗健康的心脏，是这么说的吧？那为什么今天突然不救了呀？为什么呀？没有供体，没有人工心脏。王雨辰现在接受不了任何的手术。对不起，我当时不想让他死，没有想到还是没有度过这个最坏的结果，是我判断失误。你怎么可以判断失误啊？你是医生，你是他的医生，
早知道这样，你还不如不给我们希望。你让我怎么跟他父母说？啊？你让我怎么跟我女儿说呀？你让我怎么跟萌萌说呀？你让我……对不起。涂先生，这都是因为我。张伟烈，主任，你让我跟他解释清楚。闭嘴！什么都别说。楚磊，是时候该放手了，该让王学春走了。他已经很累了，是时候了。关掉这些机器后，还有多少时间？1分钟。
生宝宝的人反悔了啊，所以我决定。好了，询问老师，咱们安和医院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？还能有啥？唐主任呗。听说这个唐主任和刘副院长说了一声要休假，人都找不着了，谁都联系不上他。如今的心脏中心啊，群龙无首，乱成一团了。哼！哎，对了，这肿瘤外科不是搬到4楼去了吗？11楼现在病房都空出来了。这神外跟心外不是一直想争11楼的病房吗？现在唐主任休假了，崔主任不得高兴坏了？哎，我说询问老师，你怎么老往坏了想我呀？神外才是安和的王牌科室，少了唐主任这个绊脚石啊，我肯定能争到11楼。可心外的宋主任又做了代理主任，宋宝德他能跟我比吗？一鸣，我知道，别人找不着唐佳宇，你肯定找得着。他没什么事儿吧？我刚刚联系上的。啊，唐主任说了，这11楼啊，永远是属于心外的，让你别惦记了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各位，我这掐指一算，我怎么觉得主任这1、2天就要回来呀？啊？哎，他呀，就是受了王雪纯这个事儿的刺激，出去躲躲，不会有什么危险，放心。哎，老齐，你这个时间是有什么理论根据吗？这很科学的，掐指一算。哎，你不懂，你不懂。我怎么觉得不会这么快？我甚至感觉，他都有可能不回来了。你们想啊，他原来在克梅德医疗中心的时候，也是说辞职就辞职，一走了之。万一这次也这样呢？咱主任就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。不可能。哎呀，咱们主任就是再有个性，也不会轻易辞了这安和的工作。估计咱们赌一把。赌就赌，你说吧，怎么赌？输了我认了。这么着啊，咱每人下一注，咱们一个人说一个日期，如果主任回来，离谁说那个日期最近，谁就赢，赢了全拿走，干不干？行啊，就从今天开始算。你说1年，一年，1个月，1个月，哎，我说也就是1、2天。周达，我觉得怎么着得1个星期吧？啊？啊？小龙，你怎么看？你们这种无聊的赌博游戏，我也不想参与。老不跟我们一块玩，你这老不扎堆儿啊，你这不行啊。哟，副市长，那个正好你也参加一下吧，我们正压说主任几号回来呢，你也压一把。我希望是今天。对了，宋主任要求一会儿全科大交班，还要开一个学习会，你们赶紧都把手里的资料准备一下吧。哎呦，这宋宝德这代理主任是不是当上瘾了啊？天天开会，烦不烦啊？他以前就爱开会。哎，对了，还有这个江百烈，为什么非得在这个时候辞职啊？
你很快就能找到敲门砖。谢谢江经理的信任，我努力。各位，在开会之前呢，我先说两句啊。非常感谢大家在非常时期对我的支持。虽然不知道这个代理主任任职多久，但是呢，我一定会在任职期间竭尽全力为大家服务。首先呢，我就要把咱们心脏中心这个居高不下的死亡率给压下来，重振在老主任时期咱们心脏中心的威望。不敢收高危病人，死亡率当然低了。廖主任，我们这个组手术量在心脏中心排名可是前3名。什么叫不敢收病人？我说的是不敢收高危病人。宋主任，您组的情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。您的手术量确实很大，但您只收手术好做的，这死亡率当然就低了。老主任在的时候，可没有那么胆小。哎呀，说起这个危重病症啊，那个住院组医师江百烈辞职了。以前急诊交会诊都是由他负责，在新的住院组没有选出来之前，这个会诊工作就由你们重病组先顶上，怎么样？哎，我明白，这会诊呢，都是年资低的医生的工作，你们重病组的年资是有点偏高啊。不过，把这工作交给你们，这也是对你们的一种考验呢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哎呦，我最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吧，又有点烦，要不然就是会诊的时候，先把我这个年纪最大的先排除在外吧。啊，可以，秦主任年老多病，这个提前退休了解一下。我怎么一下就好了似的？这真是说话真的太管用。哎，可能说我对这个想为病人服务的这个热情实在是太高涨了吧？啊，太高涨了。王工，你别着急呀。能不着急吗？现在已知了硬件没有问题，是软件出现了 bug。但软件不是我们的专长啊。而欧阳处长知道了以后，他会怀疑我的专业能力。说错了，我知道。王工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来监督你们的工作。唐主任休假这段时间，医务处有义务保护他的工作成果，监督人工心脏继续进行下去。怎么样？有进展了吗？没有。之前进展那么快，怎么一出问题就原地不动了呢？王工，你不会是没有认真去做吧？欧阳处长，你冤枉王工了。他这几天都没怎么睡过觉，一直在研究室忙呢。不光是没有睡觉，我这2天连饭都没怎么吃。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，我只关心结果，过程是什么样子，我不关心。哪怕你们每天只工作半分钟，但只要有突破，也比现在强。半分钟。好，我抓紧时间，有进展了我跟你汇报。好的，那我等你消息。跟你说了，别跟他抬杠，他早晚得找机会整治咱们。我就算看遍所有的会诊，我也不会向他妥协。秦主任，急诊来电话叫会诊，你们谁去啊？这个，我不行，我得去 ICU 看病人。哎呀，这科里有7个病人伤口等着换药。哎，老秦，你要是去换药的话，我去急诊。啊，那辛苦你了。啊，辛苦。走。跟他们说，我去。徐主任啊，几床要叫会诊，这病人什么情况啊？你跟我来吧，你一定会感谢我的。
你这成固定台词了，凡是来个人都得感谢你一回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医生怎么还没啊？怎么扎的？被人扎的。哎，是有人抢劫，把李大爷给扎了，就在今天早晨。李大爷就倒在小区花坛后边，被我发现了，我就赶紧打120给送这儿来。要不要打110报警啊？不怕，就是个小贼。哎呀，被人扎了，就够丢脸的。大夫，给我把头拔了，我要回家。大爷，你听我说啊，大爷，你这个刀不能随便拔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看这刀柄现在，它一跳一跳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刀扎进心脏了，现在刀堵住了心脏的破口，所以没有大出血。如果你要是把刀拔了的话，你就有生命危险了。李成海78岁，有家属吗？就家属来。没有。哎呀，大爷现在一个人住，前段时间老伴去世了。大爷，现在我说您听着啊，您现在这个情况马上要进手术室，我们要扶着刀柄把你的胸给开开，补针缝心脏。如果按不住血或者位置不好，可能还会用到体外循环。手术之前需要您签署一个手术同意书。如果您没有家属的话，只能您自己签了，您明白了吗？好，那你现在待在这儿一动别动，我去给你约手术室。李正，把电话给我。喂，我秦大忠，现在没有空留的手术室，我急诊没人去用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我不让你看这病人吗？几点的空着来？全都占满了。我不好了。好，我马上去。空着来马上告诉我啊！好。刀怎么拔了？他。告诉你能不能发，再发就来不及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无论如何得给我准信儿，否则我就……哎，百烈，晚上把时间空出来啊，我约了咱们几个大学同学，晚上好好聚聚。今天啊？什么情况？还是那个床旁开胸啊？一个老爷子，姓李，78了，让歹徒啊拿刀给刺激右心室，本来呢还没事儿，可不知道怎么着刀柄掉了，弄得挺悬。这不是我当时做了床旁开胸，才把命救过来，这才送到手术室。术前检查做了吗？做了个加急，问题不大。我先进去了，小龙那儿负担。老秦，我刚才啊看见宋保德在角落里打电话，鬼鬼祟祟的，我觉得他肯定是想趁主任不在的时候搞些小动作。不会吧？他现在人气这么低，再说又不是唐家玉来之前了，反正挺可疑的。醒了，大爷，别担心啊，这是 ICU。您的手术已经做完了，我把刀给您取出来了，把心脏也给您缝好了。您要是听清我说什么了，就轻轻的点点头啊。听见了。
请你吃饭。为什么要买新西装啊？因为啊，你现在穿的这身太 low 了，知道吗？我这个是给我发小当伴郎，人家定做的，完事就送我了。我觉得还行啊，挺合身的呀。你可拉倒，一看就是地摊货。你知道这几年不见，同学都混成什么样了？啊？你不得在同学面前好好的显摆显摆吗？哎，你看这身怎么样？啊？这太贵了吧，疯了吧？没事，我借你钱。你借我不用还啊，我还不起啊。你别忘了，你现在出门可是代表公司的形象。下回还来这儿，好不好？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让我们叫代驾吧。我叫了，我叫代驾了。没说好了，没有啊，让我接了。百烈啊，有个事儿你得帮我，你不能推辞，不能拒绝我。你说。这个呀，是我的一个项目，进口耗材，做胸腔性手术用，功能比老版的好用，但是吧，在医院的推广力度不是那么大，所以我就说你在医院里边，你跟那些医生都熟，你帮我评估一下。评不了，这挂着科呢。秦主任，秦主任，刚刚 ICU 打电话说李成海心脏骤停。心脏骤停了？心脏怎么会骤停呢？手术没有问题啊？不知道，突然就停了。护士，再推1毫克肾上腺素。病患甲帮这么大量，心脏不停才怪。准备，探头镜呢？高糖胰岛素，准备出站，通电，200焦耳。离手。秦主任，不是我推卸责任，这药量跟我给的真不一样。对呀，李医生当时还特地来病房嘱咐了一下，而且那确实不是我调的量。你们确定？确定。当时我还开玩笑说别唠叨，这是基本常识，补钾过量可是心脏要停的。李医生说再查一遍他更放心，对吧，李医生？对对对，这是我原话。秦主任，我们搞 ICU 的干的就是这个，这要不是有人故意调高量，谁会犯这样的错误？你们说这话的时候，病人醒着呢吗？醒着的。这样啊，回头给他加个束缚带，把他手给绑起来。他要是问起来，你就说他醒了，怕他乱动，手再碰到伤口长不好啊。秦主任，您是怕？哎呀，还有几床没查呀？就剩 ICU 了。ICU 早上7点我去看过了，昨天手术那大爷身体素质不错的，又是一个单纯的心脏修补，今天已经好转不少，估计下午能转出来。这个李成海昨天晚上心脏停了是吧？怎么回事？这事儿是挺诡异的，我查清楚了告诉你。哎，老钱，一会儿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想先走了，因为我干嘛呀？我知道今天是周6，那你也不能跟周达似的，一到下班点就赶紧想着回家呀。再说咱们这儿正缺人手。哎，不是，今天不是王雪纯的葬礼，我是想代表咱们组去的。毕竟从上次供体到现在，他也是咱老病人。那是应该的。那去吧。
代表咱们组送个花圈。走了。拜拜。又是张伟了，你别老今天又想着那么早回去。我是正常下班时间走的。百烈，早啊！哎，早。哎，那材料，我昨天回去倒床就睡了，就给忘了。我刚开始看，我看一半了。哎，没事，不着急啊，下午才开会呢，慢慢看。行。那个会上，你得积极发言啊。你刚从医院出来，江经理肯定特别看重你的话，啊，知道了。哎，早。早。早。哎，百烈，昨天在车上最后说的话，还记得吗？记得。真记得假记得？我真记得，你放心吧。这次我套下去，下一次一定得是你。下次我是。我想睡着了。我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王总，你没睡着啊？没睡着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软件问题彻底解决了。来看看，这是由于极端条件下数据计算溢出造成的。这是计算机编程普遍存在的问题，越是常见就越是容易被忽略，竟然被咱们遇到了，太好了！知道问题就知道怎么解决了呀。王总，你快吃点儿，熬了这些天脸都尖了。尖了吗？王总，这么大个好消息，要不你主动去趟医务处给欧阳处长汇报一下，也省得他每天都过来监督咱们，不是？就是，也显得咱们积极配合嘛。周六，怪不得没人。那刘副院长想换人的原因是？你看啊，这人工心脏送检之前说反复测试我都没问题，可是一送出去就出问题了。我现在深深怀疑王海明和他团队的工作能力。虽然这次人道主义豁免的手术没做成，但是我们院大力支持研发的态度已经传出去了。有一位和另一个医院合作的工程师联系我，说想跳槽过来。这位工程师呢，我也见过了，人家挺会来事儿的，不像王海明那样那么奇怪。王海明奇不奇怪我不知道，我现在怀疑刘副院长您的忠诚度。什么忠诚度？做人的忠诚度。遇到一点困难，您先是想接受瑞士公司的橄榄枝，现在又要中途换工程师。刘副院长，不管是从契约精神，还是到私人人品上，这都有点说不过去吧？哎呀，这怎么就上升到人品问题了呢？我这也是为我们医院的前途着想啊。那我就告诉你，作为业务处长，我不同意你换王海明，一点儿也不同意。他和他的团队工作能力没有问题，我天天去看，他们已经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做这件事情，没有时间睡觉，据说连饭都吃不下去。人家在这么努力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可以釜底抽薪？这怎么就生气了呢？我也没真说要换啊。希望您以后不要再提这样的建议。啊，行，我坚决不提，我一定支持王海明到底，行不行？那就好。行，那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慢走。那什么，唐主任有消息了吗？这么多天，我有点担心他。没有。
罗医生。罗医生，谢谢你啊，来送雪纯最后一程。节哀顺变，就算是为了孩子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唐主任，他还好吗？主任他休假了，连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哪儿。啊，他会回来的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麻烦您把这个交给他。你放心，一定给到主任。老爷子，哎呦，醒了。罗护士，把那个束缚带给他解开吧。现在病人清醒了，哎，他就碰不到伤口。我这又给您准备了一个药，是保心的，但每次只能服1片。间隔的话最好过6个小时再吃第2片，可不能一块儿吃啊！如果一块儿吃了的话，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那我给您就放在手边这儿吧，好，那您休息啊。老爷子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您果然是还想自杀呀？听不懂，听不懂。别装要紧。您要是听不懂的话，那我就说说，您听听。您是因为啊，老伴儿去世了，觉得内疚，才想了断自己。你说的没错，我。幸亏您碰到我了，
这要是让他知道别的人都在拼命的想活，只有您就玩了命的想作死的话，他都说不定会骂您一顿呐。有这么厉害的李大夫？可不，我们都可怕他了。所以您想想，您还想寻死觅活的吗？好，您休息吧啊，休息吧。哎呀，来不及了，我吃了那个药，2片。钟大夫，你给我洗洗胃吧。老爷子，那个呀是维生素，祝您健康长寿。维生素。哎，老钱，搞清楚了没有？哎呀，跟我想的一样啊。哎，你不是说宋宝德要搞什么事情？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。要说这宋宝德干的那些事儿，还要是比他更清楚。陈州刚才发完言了，那关于陈州说的这个胸腔镜耗材的项目，还有谁要发言？江经理，我能不能试着说一下？可以啊。啊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咱们公司新来的同事江百烈，啊，他呢是从安和心脏外科转过来的专业人士。来，大家掌声欢迎一下啊！来，百烈，你说，这个新耗材跟旧耗材相比呢，其实它在本质上，没有什么技术的优势，它只是把一些名词换了一种说法。乍一听好像觉得它具备技术革命性，但是就是像我这样的大夫看了以后，就会觉得那些东西好像不太实用。再加上这个耗材的开包费很贵。我自己觉得是不太好推广哈。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的最大的问题就是，它没有为病人去考虑，它没有真正的了解病人的需求到底是什么。如果还要增加广告的投入或者资助医学研讨会的话，我觉得只是增加了成本。江经理，我觉得能不能大家同时一起帮着讨论讨论，看看能不能怎么去把它再完善一下。哎，不用讨论了，这个小江啊。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全都给说出来了，哼！哎，真的，我当时我就是跟你一样的感觉，东西不好卖，不是因为它广告做的不到位，而是东西本身有问题。行了，大家没什么事情，先散会吧。那个小江，你留一下。张经理，今天你表现得非常好，虽然略显简单，但是你不怯场，而且还能一下子抓住核心，我很看好你啊。以后在公司，如果你遇到任何困难，都可以来找我，我可以教你。将来有机会可以教你。谢谢主任。谢谢江经理。回去吧，好好干。哎。啥？我昨天怎么跟你说的啊？你是没听明白啊，还是装傻充愣啊？今天在会议上摆我这么一道。我是按你说的呀。你昨天不是说让我把你的项目当成一个人吗？给他看病吗？如果有病就治。我发现他确实是有病，还是绝症，所以不能不实话实说嘛。实话实说，我说的是这句吗？我说最后一句。这不是最后一句吗？大哥，我最后说的是在公司咱得抱团吧，得互相帮衬吧，然后一起发财吧。你今天说的是什么？啊？张百烈，你好好想想，我干嘛这么费劲巴拉把你弄来呀？啊，又给你买西服，是吧？又给你订盒饭，我钱多，我吃饱撑的，我有钱没处花了我还不是看那经理赏识你，想给自己拉个助力。还有我那个项目，筹备了几个月了，我还指望他分红呢，你这么一闹，直接给暂停了。江百烈，你是不是成心你故意的吧？啊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是实话实说。
就你这个项目，它最大的问题呢是没有替病人考虑。如果你真的能替病人，stop， 白莲，咱不要病人的好吗？我们是卖医疗器械的，只要怎么想着把东西卖出去就好了。至于病人，那是医院的事情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沈美莲，你在医院真的是待傻了，你已经不是大夫了，不是医生了，清醒一点 ，OK？ 来，汉文，来，这杯干了。哎，干了。哎呀，咱俩多长时间没一起喝酒了，真的是。廖主任，不行了吧？太快了。你的酒量我还不知道，你多喝点，我美美。破费啊，廖主任，早就想跟你叙叙旧了。廖主任，哎，其实吧，你走以后，宋主任可想你了，是吧？他抹不开面，他不好意思说他。我也一直惦记着他呢。是吗？哎，那什么，我听说他最近好像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，我还想着怎么帮帮他呢。有吗？没有吧，我没听说呀。你没听说？就是那个。哪个呀？就是他打电话说，一直压着不给他发。廖主任，你知道这事儿了？我知道啊。老宋这个人呢，他脸皮薄，他不好意思跟我多说。你要知道内情啊，你跟我说说，我看我怎么帮他。一鸣哥，我看你一直都没有回我信息，是不是特别忙啊？没关系，那个采访稿我已经打出来带到医院了，我现在就在手术区门外，你下手术之后出来拿一下就好。刚才那个插管做的不错，下次要是再能稳一点的话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主任，那边还有个急诊病人，我先过去看一眼。好啊，是。叶主任，欧阳处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一会儿有一台肝移植，捐献者的遗体我要亲自放。哦，辛苦了。叶主任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手术室有点空？今天是周六，又是晚上，人少很正常。不是，我是说少了一个人，唐佳瑜。叶主任，我知道唐主任在哪儿，所以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请右拐。谢谢。
3天前，我收到旺达医院给咱们医院发的会诊申请单。你也知道，本院的医生在外院行医，外院都要发会诊申请单的，这样才合乎情理。那单子上写了一句话，我知道是唐主任写的，说不要告诉别人。唐主任在藏区。你愿意去一趟吗？医生，医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放心吧，你们孩子手术很成功，估计明天就能见到他了。谢谢。你们到那个等待室等一下，一会儿护士会给你们交代细节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诈骗，陈汉文被我套出来，快说说怎么回事？这个宋宝德呀，可真是够倒霉的。他眼瞅着这个中心主任的位置彻底没戏了，他就想搞个金刀奖，给自己脸上贴点金。可是他这技术，这评奖他没底气呀，他就想在国外大刊上发表一篇重量级的文章。可是，在国外发表文章手续很麻烦，他又找了个代理。前后给了人家3万块钱手续，不过人家也给了他这个录取证明啊。可是这个发表的时间一拖再拖，眼瞅着这个金刀奖马上要颁奖，这文章还没发，你说他能不着急吗？他就一直打电话催呀。你猜催到最后怎么着？啊，人家手机变空号了。宋宝德这老家伙都能被骗了。出来混，迟早要还的，都是因果报应。哎，这事儿啊，就告诉我一个经验啊，就是千万不能得罪咱廖主任，不然他能记仇记你一辈子。你瞎说什么呢？人民币还是美元呀？陈哲，你别想用这个贿赂我，你留着自己穿。等会儿，我跟你马不一样，要还的话，还钱吧。我不是没钱吗？有钱我早还你了。那反正我给你放着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哎，小江，一起来吃点。这不用了，我随便对付一口。吃吧，这有鱼。真的没事，谢谢。哎，吃你的，等会儿。给你讲个故事，农夫与狼听过吗？农夫与蛇，白眼狼。哎，吃你的。来吃点鱼啊！吃啊！不错啊。哎，怎么了？是卡住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吃鱼卡嗓子，我先拿点醋去。好多了，好多了。行，没事啊，没事，吃吧。哎，不用客气，坐。这已经有人说我了，说什么呀？就说你也姓姜，我也姓姜，说我走后边来的，说咱俩是亲戚。那是他们嫉妒咱们长得帅。小江，我交给你一个任务。哎，您说。是这样啊，公司现在要打开第3医院的市场，推荐了几款医疗器械给他们的大外科主任，但是呢，没有打到点上。这个大外科主任啊，很苛刻，要求比较高，所以我呢，想去接触一下，然后我希望你帮我筛选一下，看看我去谈的时候，咱们拿哪个产品让他们更感兴趣。行，江经理，您什么时候要？就这1-2天吧，越快越好。这家餐馆是我最近在旺达吃过最好吃的一家，他们家毛尖汤特别好喝。对了，还有青稞酒。可是你今天开车了，不然我们俩可以多喝一点。你为什么来这儿？
休假。之前我们中民组有个病人叫扎西，那次之后呢，龙向东告诉我，藏区因为海拔高的地理原因，先心病发病率比别的地方高，所以我想到这儿来做做先心病的手术，给自己休个假。可是别人休假啊，可都去海边。海边有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吗？我刚来的时候，我特别担心，我担心这个地方能做心脏病手术吗？可是来了之后我才知道，北京一家医院给他们捐了一台体外循环机，还给他们成立了心脏外科门诊。这里风景很美，还可以治病救人。这个假我觉得放得很有意义。可是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啊？放假嘛，一看手机。所以唐主任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？叶主任，你是10万个为什么吗？问问。那我问你个问题啊，这儿呢有一座山叫好运山，据说谁爬了都会有好运。如果明天没事，你愿意陪我一起去吗？好运山，原名不是这样叫，是藏语，但是名字太长了，意思就是爬这座山，每个人都能带来好运。就是那座，看到了吗？这么高啊？哎呦，怎么还没走呢？我昨天加班太晚了，我就没回家。现在这小伙子真是辛苦。陈经理，哎，百丽，坐，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啊，你说说看。我看了咱们公司的所有热门产品，我也查了第3医院大外科主任的履历。我觉得我们的热门产品里面好像没有特别合适的。我在进口产品的名单里面找到了一个这个比较冷门的耗材。哦，这个是乳腺外科的耗材。对。现在目前呢，这种耗材受众不大，主要走南中医院。对，但是这个耗材的优势就是同类产品少，没有什么竞争值。其次呢，这个大外科主任他的专长恰恰是乳腺外科手术，所以这个耗材有没有用，他看一眼就知道了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南中医院正在使用这个耗材。怎么说呢？是这样的，在我们医疗界呢，核心级医院对周边医院在学术上有很大的影响。大型医院它本来就具备天然的带动能力，比如说出了一个什么新的器械啊，像心脏外科这一块，其他医院它就会看我们安和或者是仁外它有没有在使用。那乳腺外科这一块呢，南中医院要略胜于第3医院。第3医院呢，它也很看重南中医院的经验，所以我们在推广这个产品的时候，可以提到南中医院正在使用这类产品，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价值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呢，这种耗材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便宜，利润不高。确实是，这个产品嘛，也就几百块钱一个，当然不能跟那种10几万、几十万的耗材比啊。但是啊，如果一旦推广开了的话，咱们可以薄利多销，积少成多嘛。您说这个大外科主任他挺苛刻的，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一次当做一次初步的接触，先引起他的兴趣。就好比怎么说呢？比如说我们去逛超市吧，遇到一个推销员，他给你推广一个产品很贵，那我们肯定会犹豫啊。但是如果那个产品又便宜又好用，那我们可能就很容易接受，对不对？我就觉得可以用这种耗材去敲开第3医院的大门，等双方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度，我们再去推广那种比较贵的耗材，建立一种长期合作的关系。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，经理您觉得呢？江经理，你真的不用送我留步吧？你忙您的。不错啊，我没想到你考虑的这么周全。这样，今天呢，我待会儿去一趟第3医院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如果那边的事情谈成了，可以让你负责。啊，谢谢江经理。行了，去吧。哎啊。
看来你昨天晚上喝青稞酒没醉啊，这一大早健步如飞了。牦牛汤是解酒的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在你门口等了10几分钟。我不就起来晚了吗？哎，对了，一大早给你打电话什么事儿？说来了很着急的病人，我得看一下情况。如果情况不好，需要马上手术；如果没问题的话，按我们原计划去登山。行啊，反正这儿啊，我就认识你一个人，都按你的来。你这身衣服怎么了？不好看啊！我是在镇上唯一一家户外用品店买的，比你的专业。这专业不专业，上山之后才知道。我可是天天运动，不像你天天瘫在家。谁瘫在家呀？你才瘫在家呢！就在这儿，心脏外科的办公室，进来吧。华赞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唐医生来了。这是这儿心脏外科的医生巴赞，最近我跟他一起手术呢。这位是安和医院麻醉科的主任叶一鸣，是我一直以来的搭档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说那个病人的情况？你看一下这个。病人是个牧民，他叫朵吉，今年35岁了。入院是因为心衰纠正，后面检查结果出来，发现是主动脉根部瘤。主动脉瓣反流也很严重，而且还有这个钙化灶。主动脉硬化，主动脉内膜完全钙化。这个人做不了手术。不会吧？我以为你没有你做不了的手术。我当然有做不了的，他需要做 Bento 手术，可是他主动脉还有内膜钙化太严重了。Bento 手术需要前夹主动脉，他现在主动脉像个蛋壳一样，一旦前夹，会有碎片脱落，堵在大脑就是脑梗。换句话来讲，他不做手术，可能1年半载死于严重心衰；如果做了手术，就算是下了手术台，也出不了监护室。明白我意思吗？那就没有其他方案吗？没有其他的方案。如果没有其他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唐主任，真没办法。真的？你有办法？我又不是心脏外科的神之手。我也不是。不是，以前你遇到疑难杂症，可不会这么快就下决定的。今天你只看了一眼 CT， 就说不行了，你不会是因为王远纯的事儿弃台了吧？我弃台？叶一鸣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我真希望是我搞错了。没有那么复杂，就是因为这台手术真的做不了。我要去爬山。不是，你现在还有心思爬山？哎，你等等。哪位同学？跟经理去第3医院了。啊。哎，挺顺利吧？反正还行吧。那个大外科主任很快就接受了，现在跟技术科已经打了报告，就剩科长那关了。哦，真是够使劲的。哦，我说还真是够顺的，够顺的。哎，不愧是学霸啊！这会儿是学霸了。你不说我在医院待傻了吗？哎呦，我就那么一说。咱们这老同学那就跟小夫妻一样，床头吵架，床尾就和了，没有隔夜仇。再说了，我不都主动跟你说话了吗？对吧？你为什么跟我说话？你心里没点数啊？你不就是看现在经理器重我吗？你不就是看这单生意谈成了吗？你跟我说话。被你发现了啊！你这太明显了。你还说我笨，看你也没聪明到哪里去。我没说我聪明，我是不聪明，但是我吃水不忘挖井人。那好歹你这工作也是我给你介绍的，对吧？你知恩图报一下会死。再说了，我来公司这么多年，经理也没怎么看中过我。说实话，我这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再加上我那个项目啊。你这么一说，现在也暂停了。哎，白莲，你就看我都这么低三下四求你了，就帮我一把吧，好不好？拜托了。陈忠，你这个人也太能屈能伸了，你这我想演生气都演不了了。那你说吧，我要怎么帮你啊？
昨天你跟我说来爬好运山，我就觉得好奇，这爬山能带来好运吗？外科医生还信这个？外科医生都信这个，你知道吗？秦大叔每次在大手术之前会买4个苹果、2个香蕉，放在自己的更衣室里。吃这么健康，那不像他。那不是吃啊，这叫摆的4平8稳阵，懂不懂啊？这倒是像他了。哎，可是你又不是他，你跟他比什么呀？我能跟他比吗？我手术台上死过多少人，他死过多少？不是，可是他干的时间长啊。这跟来医院多少年没有关系。做100台夹层手术的死亡率，跟100台修复心脏室间隔缺损的能相比吗？所以，你是在为你自己的手术死亡率高而生气啊？谁说我生气了？叶一鸣，今天早上你答应我来爬山之前怎么说的？说什么都听我的。你为什么来了之后一直叨叨叨？我知道，你这不是遇到困难了吗？你得面对它，你不能总躲着呀。我一个人到这儿就想清静清静，就是不想听别人唠叨。我真的不明白你大老远为什么要跑到旺达来，你到底是图什么？我还能图什么呀？我不就是因为担心你吗？讲不讲道理啊？哎，你等我一会儿。走吧，陈昭。你先走吧。我这翻小本本翻半天了，什么呀？收集名片啊？什么名片？这是财富，这是人脉，知道吗你？哎，对，你说那个3院的设备科科长叫什么来着？哦，他们官网上写的叫刘大军。刘大军？哎，到时候我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帮咱们递一下材料。这能有用吗？那大外科主任提的申报，那设备科长也不可能不重视吧？你别这画蛇添足了。白姐，这人情啊，虽然不是万能的，但是呢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的时候，没有人情是万万不能的。啊，你大外科主任怎么了？那也是同事，对吧？人这李翔跟他是亲戚，关系近多了，不一样。也有点道理，这起码能让那个设备科长早点看到咱们投的资料，对吧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一个没看见嘛，就被石头划到了。你爬山怎么还带这些东西啊？我爬山的时候随时都带着一个急救包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你打这什么结啊？外科结？那也比蝴蝶结强吧？我们俩啊都有职业病，一个出门带着纱布，一个喜欢打外科结。你看，腿坏了吧？老天爷让你早点下山，别瞎溜达了。你说你都唠叨一天了，从早上唠叨到现在。我们今天爬的是好运山，好运都被你唠叨没了。我这不是唠叨，我担心你。你担心什么？我担心你过不了这关。从昨天到今天呢，你印证了我的担心。你不能只做简单的先心手术，你是重病组的组长，你应该很清楚，一个外科医生，他如果切台的话，会有怎么样的后果。我不希望你一蹶不振。你以为今天巴赞那个病人，我说他手术做不了，是因为我切台？那是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看了他的 CT 之后，我不但没有害怕，我还很兴奋，而且是跃跃欲试。外科的精髓就是手术，你需要不断地磨练你的手术技术，让你的指尖形成肌肉记忆，这样你在手术的时候才能又快又好。可是一个好的医生要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，只是一味的去挑高难的手术去做，这样的结果可能会给你的病患带来的不是好处，而是比他的病痛更大的灾难。这是从前一个带我的老师告诉我的。以前我遇到任何的疑难杂病，我都希望自己往前冲，义无反顾地冲。
可是当我遇到王雪纯这件事情之后，我才真正的、很深刻的思考。作为一个医生，对于你的病人，他的手术方案，你给的决定，对于他来说，到底是优惠多，还是伤害大？作为一个医生，你不能只一味地选择高难度的手术去挑战自己，这样做不是一个好医生。我接触过很多外科医生，你是我看到的极少数对手术有这么好直觉的医生。这是老天爷赏饭吃，所以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判断，不应该被王雪纯这件事而左右。你在看什么呢？你快看。如果这不叫好运的话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好运了。走吧，可以下山了。为什么啊？你以为外科医生真的那么迷信啊？我已经想到怎么给那个病人手术的方案了。走吧，下山。喏。干嘛呢？手伸回来，外科医生手最重要。这歌真好听。对对，好像有人晕倒了，胸口疼。你稍微等一下啊，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。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我以前是大夫，让一下，大家都往后退一点，给他留点空间，往后退，往后退一点。什么情况？不知道啊，但他说胸口疼。有心脏病问题？没有，前段时间体检的时候没有问题。是啊。谁帮忙打下120？我。你跟他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和楼层，快去。好。有听诊器吗？谁帮我拿个听诊器？拿一下，有听诊器吗？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这个是样本，应该可以使。来这儿停是吗？来来来，你握住我的手，握住我的手。好，你把这个手先拿开啊，先把手拿开。放松放松。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？先别说话，大家都安静一下。没什么杂音啊。他是昨天医院跟鱼刺那个人。是，这有什么关系吗？这只是一种猜测，到了医院以后。打通了吗？120。打了，说是10分钟以后的，咱们先把他抬下去吧。这样，你现在下去等他们，到了以后马上带上来，都别动他啊，都别动他。咱们去哪个医院？这附近市五医院最近。市五医院可以，他们可以做心脏大手术。来，快按下电梯啊！哎呦，陈章，哎，陈章，帮我跟经理请一假啊，你帮我请一假，我陪他们去趟医院。林来干嘛呀？120都来了，你干嘛去呀？我跟你说啊，社委科科长看完咱们材料很感兴趣，我一定让你别说了哪个重要啊，我怕他们说不清楚，你跟经理去啊，跟经理说一声。百丽，处长又来一张会诊单。叶一鸣，你先出去吧。这望达医院是个黑洞，吸进去一个唐佳瑜，又吸进去一个叶一鸣。多级的主动脉钙化非常严重，一旦前夹会造成栓塞脱落，这样的话会造成全身的堵塞，会非常的危险。如果真的要手术，我只想到一个办法，就是深低温停循环，要把人的体温降到18度，血压降到0，而且要心脏停跳。
升低温保护大脑。叶主任，你要和唐佳瑜在旺达医院做手术，要直接敲开磁化的主脉，然后一次性切除硬化的内膜，再进行伴奏手术。手术的时间一定要控制在45分钟之内。可是他的头壁的血管钙化的非常严重，没有办法进行前夹，所以必须要保证45分钟之内，不然的话保护不住大脑。主动脉远端要。等病人脱险，就马上回安和，一刻也不能耽误。好。吴乔安家属，哎，大夫，哟，你怎么还在呢？吴乔安家属呢？哦，他父母吃饭去了，我在这帮他守着。怎么样，小杨？你放心，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。那，找到了。 和你在急诊时说的一样，真是太好了，居然被我猜对了。小杨别乱动啊！这患者既往体检，也没有心脏病史，但他昨天吞下了一根鱼刺，我怀疑是不是这鱼刺扎入了主动脉，造成了大出血。哎呀，不好意思。以前我们唐主任就给我讲过这样一个病例，就是一个患者刺破了他的食道，扎入了主动脉，造成了大出血。我觉得他这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？哪个唐主任？ 不是我们医院的，不是咱们医院的。家属出去等一下吧。您出去等一下。哎，大夫，你一定仔细检查一下鱼刺鱼刺一定要检查一下。哎，对了，你之前说的这个唐主任是谁啊？他是我的老师，我以前也是一名医生。听起来是一个挺靠谱的医生啊，你可得跟着他好好学啊。哎，你现在是不做医生了？不做了。哟。 小伙子，太可惜了。好，加油！哎，叔叔阿姨，小杨脱离危险了，他那鱼刺找到了，没什么大碍啊。是吗？具体的，大夫会跟你们交代的。哦，好的，没事没事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谢谢主任。哎，老头子快过来呀！啊，谢谢主任，谢谢主任。小问题，小问题。太感谢了。其实哎，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百丽，回公司看你不在。 经理让我过来看看，小杨怎么样？脱离危险了吗？脱离危险了，跟我想的一模一样。哎呦，那我就放心了啊。哎，刚才我跟经理见了科长，聊得特别的好。哦，哎，这单子你知道多少公司跟咱们抢吗？6家，最后还是给咱们了。这单子要是拿下来，我跟你说，甭说2年你买车了，哎，你买房都没问题。有房有车。 再来个房车，你就是人生赢家呀，对不对？陈哲啊，我不打算在你们公司干了。啊？我想回去当医生。为什么呀？
刚才我看到鱼刺的那一瞬间，就那种成就感、满足感，我觉得比什么都强。以后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，我都会做好一名心外科医生，不会再变了。是他被鱼刺抢了，还是你被鱼刺抢了？啊？替我谢谢经理了，也特别感谢。再见啊！不是，百丽。崔主任，我不想跟沈乃争11楼，你能饶了我吗？啊！你既然不争了，那你跟我一块找刘书记，免得有时候回来不认账。我现在是代理主任，我说了算。那你找刘峰去，陈天，你饶了我行不行啊？他就说您是宋保德主任吧？是我。哦，王警官，您什么事？昨天啊，我们侦破了一起网络诈骗案，犯罪嫌疑人已经供认不讳，受害者名单里有您。您看您方便的时候啊，到所里协助我们调查一下。也不麻烦，主要就是登记一下。你这是网上买什么被诈骗了？你买什么就网上购？哎，王警官，到办公室吧。王警官，王警官，哎呀，可算把您给盼来了，王警官。您是为了宋主任被骗那事儿来的吧？对呀。宋主任，王警官都来了，你就别藏着掖着了。王警官，这事儿我可是知道内情啊。廖波，别胡说八道啊！崔主任还在这儿。哎呀。都是自己人，你们当我透明的，当我透明。崔主任又不是外人。王警官是这样的啊，我们宋主任呢非常想得这个金刀奖，他就想在颁奖之前呢发一篇重量级的文章，啊，他就找了这个代理呀帮他发文章，结果就被代理骗了3万块钱。王警官啊，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宋主任讨回公道啊！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宋主任招人带血呢。拜托您了。行，这事我了解了，有什么事儿我们再沟通。哎，好，我回所里了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王警官。老宋，这金刀奖还能这么得的呀？宋主任，您这事肯定能解决。股动脉右心房插管完毕，体外循环转机。冰吗？准备降温。18度。准备停机器。心脏没有电信号，计时45分钟。好，镊子。主动脉根部内膜剥离完毕，把赞你看，近端从这儿一直有2个冠脉的开口，远端从这儿到我合口开口。准备更换根部。人造血管，针池，
手术主体完成，开始重新转机，还完养债就准备给病人升温。多吉，手术很顺利，放心啊。走吧。唐医生，你准备要回去了？什么时候能来我们旺达？我们下次还欢迎你。还不好说，也许1年吧。但是我们安和随时欢迎你来进修。好，谢谢。对了，唐医生，你还记得你在这边做的那次法罗斯联症的手术吗？我当然记得，那是我来旺达做的第1台手术。你让他懂，说猜到我肯定会后悔，会回来的。还是我们主任了解我。小白莲，恐怕只有你一个人不知道，我们都知道。啊？我不知道，我真以为他是个白眼狼。孩子嘛，都有犯错误的。你孩子。哎，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不知道主任什么时候回来，对吧？哎，对了，老秦。你那个赌注现在是不是已经滚得很大了？哎呦，可不是嘛！除了咱们，什么外科都参加了。嘿嘿，现在都在压，看看主任什么时候回咱们安和。这已经成了咱们全医院最受欢迎的一项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了。哎，老秦啊，那要不今天我也赌一赌？哟，小龙想通了，要下海啦？啊，是不是赢者全拿？是，那你就压，选个日子，然后在群里边接个龙，把你要压的数给写上就行了。哎，别填上就行了。我现在就下。好，我多下一点，我赌今天。今天啊？依照我对你的了解啊，主任该不会是今天回来吧？啊？不可能。小龙，主任。我下完注了，可以进来了。骗我！你终于回来了！这，不带你这么赖的啊，小龙，你肯定知道主任今天回来是不是？大周叔，能者全拿，我的钱呢？不是，你们俩不能这么耍赖皮的。你们要这样的话，我没法向全院的同志们交代呀。这个，我们怎么耍赖了？要我说的话，离开医院这么久，我的同事们非但没有担心我的死活，反而拿我回来的日期做赌注。我是真的太伤心了，我这心疼啊！不能，你体会大家，你最好了。我觉得我就不应该回来。那你不能现在再走啊？你说啥呢？算了，我还是走吧。转给你，微信转给你，转给我是吧？转给我就太肤浅了。我倒是有个好的主意。要不今天晚上咱们大家聚个餐，把这笔不义之财给他吃了。不愧是心外的大哥，就是大气。行，我举双手双脚的赞成啊，就这么定。看输了，对，什么谁输输了？我也下注了，才输多少？
主任，那个涂磊让我给你的。好。做什么？唐医生，对不起，那天对你出言不逊。我和雪纯都感谢你，是你给了他，给了我们这个家庭更多时间，而时间是无价的。我在这里跟你道歉，也跟你道谢。萌萌还不理解死亡，雪纯以前常给他读《小王子》这本书。And at night you will look up at the stars. Where I live, everything is so small that I cannot show you where my star is to be found. It's better like that. My star will just be one of the stars for you. 所以我告诉他，妈妈在天上变成了一颗星星，每天都在看着他。雪纯最爱孩子，我相信冥冥之中，他会永远守护着萌萌的。最后，祝人工心脏早日研发成功，让孩子们不用再失去妈妈。涂磊。进。主任，可以去查房了。好，我马上来。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来。在左边，左边，你快打！来，打！后手，跳后手！哎，来，打！怎么回事？我这不是过来了吗？我。哎，你说这游戏这么费眼睛，又这么浪费时间，怎么那么多人上瘾爱玩啊？越是这样越爱玩，这不是在火车上你自己非要玩的吗？那也不是因为没买到机票，火车40多个小时，你又不打扑克。我才不跟你玩扑克，你玩扑克怎么能愿意玩赖？谁玩赖？你玩赖啊，像秦大中。你像秦大中，你快打，快！你别跟我这拌嘴了。我跟你讲啊，玩完这局我就不玩了，我要戒了。哎，往左，往左。真要断货？这个牌子内置控制器是业内最好，但全得靠进口。现在对方断货，咱们真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还以为他们只是说一说的呢。我也以为，以前他们就老抱怨货不够。王峰，怎么办？咱们才好不容易刚搞定了软件问题，还没来得及告诉唐主任呢，现在内置控制器又断货。人工心脏里面有一个内置控制器，你们现在用的是进口品牌，对吧？我查到了国内一家公司正在研发这种内置控制器，这是产品的资料，我认为值得一试。欧阳真宇，欧阳处长怎么了？你记不记得之前欧阳处长说过，有一个国内的公司可以做这种内置控制器，他们正在研发呢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有这么回事。资料呢？拿给我。扔了。谁让你扔的？把它扔了。先看一下。王海宁，大周末的，这么急着叫我来干嘛？我知道今天是周末，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刚好把我从网瘾的边缘拉回来了。什么瘾？啊，没什么。你们什么事儿？哦。人工心脏的软件问题搞定了，彻底解决了机器会自动停转的 bug。这不是好消息吗？可以继续研发了。那你们为什么大着脸？唐主任，这是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坏消息。我用的内置控制器是进口的，供应商断货了。那什么时候可以有货？不好说，短期内我觉得够呛。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，全部零件国产化，
不再用进口零件。但是这种东西，如果我们自己能做的话，就可以避免被别人卡住脖子，尤其是这种核心技术。这个想法是你自己想的？啊？怎么了？你看我干什么？王海明，以前如果谁想换你一个零件的话，你肯定会训人家一顿。我这么不讲道理吗？当然了，不然你问他。同感。还有那一句“我设计的样机是最完美的”这句话，我们都已经听出老茧了。我说过这句话吗？你到底是哪一边的？真的是。还有，我记得你之前说，就是因为国内没有这个国产的零件，所以当初我们才选择进口的。那现在？以前是没有，但是现在国内有一家公司可以做。来，这是资料。你确定你当时没扔啊？我好像没扔。找到了。哎呦，这些专业的零件我不太在行，你们是专家，你们来定。就资料上看，我觉得他们家的东西是可以的，但是实物怎么样，还得试一试才知道。好。好嘞，慢走不送啊。啊，周末愉快。宋主任，你好啊！你好，你好。您还记得我不？第一次手术就是您帮我做的。我记得您。张小文，病人情况。蒋文芳，贝赫切特综合症患者，也叫白塞氏病，这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，侵害多个器官，被侵害处形成溃疡。患者出现了比较罕见的心脏症状，瓣膜受损严重，已经换过2次人工瓣，都是机械瓣。但由于白塞氏病本身的特性，一旦药物控制不好，缝线处就会溃烂，殃及周边，所以现在出现了半周漏，需要第3次手术。还要开？有没有别的办法呀？因为之前已经做过2次手术了，胸腔粘连得很厉害，再加上白塞氏病，伤口不医好，开刀恐怕困难。如果经济条件允许，可以先到介入科用导丝放一个封堵器，试着堵住半周漏，这样就不用开刀了。钱不是问题，就是这个封堵做了之后，能不能保证以后不再做手术了？只是这个白塞氏病是自身免疫疾病，经常会不定期复发，只能靠药物控制。还有，病人必须避免劳累和感染，也就是说得吃好、休息好、心情舒畅，这些家属都能做到吧？我妈最近帮我和我老婆带小孩，晚上起来次数可能多了一些，以后不会了。哎呀，我不累，你和文文都上班，我只是帮带带孩子，哎，别的也做不了什么。妈，你肯定是又累着了，以后我们请个保姆吧。看你们也怪不容易的，这样吧，我给介入科打个电话，让他们约一个最好的医生来给你们做封堵。主任，您跟病人沟通这套艺术，我真是百看不厌。再麻烦的病人到您手里都服服帖帖。现在的老年人进城住儿女家，多半是帮着带孩子，这个不难猜。加上这个白塞氏病呢，又不能太受累，和病人沟通，多注意观察，这是最基本的。以后再多学着点。是。不过，虽然介入封堵也是治疗的选择之一，但是白塞病还是手术更彻底一些吧。病人怕手术吗？再说了，他胸腔粘连得这么厉害，开胸后大出血怎么办？换瓣的时候缝不住怎么办？这都是问题，太冒险了。来找唐主任，他做过一个高胆中血症的病人，那个病人也是多次开胸粘连严重，说不定介入好，还是您的办法最适合这个病人。张总，安和医院的来了，之前有过预约的。您一定是王海明，王工程师。哎呀，久仰大名啊！哎呀，你知道我？当然知道啊。
您研发的人工心脏因为申请人道主义手术，业内都开始注意了。虽然手术没做成，但见过样机的人都说样机很不错。我也一直想认识您呢。您好。那我顺便也介绍一下，我是安和医院的心外医生，我姓唐。哦，唐医生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个搞这行呢，一见到同行就容易激动啊。来，两位快请坐。哎，两位喝点什么？咖啡还是茶？喝白水。我不用。那算了吧。啊，我们是为内置控制器来的。你们样机的控制器应该是进口的？之前用的是进口的，但是现在断货了，所以我们要寻找一款国产产品做替代。明白了，所以才找到我。但是抱歉啊，我们的产品不能给你们使用。为什么？仁外医院和我们签订了合作协议，他们提供研发资金，要求我们做的控制器5年之内必须优先给他们使用，如果违约是要赔钱的。仁外是谁负责这个项目？顾英雄主任。我哪知道您也是医生啊，看着不像。那你看着我像什么？反正不太像好人。顾主任，李姐辛苦了。应该的。护工大姐不错，看病去大门看得很紧。顾主任，不好意思，里边请。顾主任，张经理怎么说的？说安和想横插一刀，说你们工程师在打听，如果张经理违约的话，要赔多少违约金。这个我还……哎呦，顾主任，大驾光临，欢迎欢迎啊！听说最近得了金刀奖的终身成就奖，这是第3次获奖了吧？可喜可贺呀！谢谢，这些奖都是虚名，没什么意义。太谦虚了，顾主任，这是莫大荣耀啊！我倒没觉得，可能我得奖太多了吧。不过金刀奖奖杯的形状倒是不错，如果你吃方便面，用它来当盖子压，正好。顾主任太谦虚了。你真的不是您拿金刀奖压泡面的盖子？是没压过，因为我从来不吃泡面。这边请。顾主任，请坐。顾主任，既然您已经知道我们的情况了，你能不能？仁外医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，就是为了实现人工心脏全部零件的国产化。安和医院什么都没做，为什么要分享胜利的果实？你告诉我。您说的对，这件事情都是我的原因，我没有考虑周全。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只剩下最后这一步，实在是没有其他办法，不然我今天也不会这样厚着脸皮请您帮忙。认错的态度不错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出道题，如果你答上来，我可以考虑帮助安和。什么题？这8个病人都是心衰患者，而且没有可供移植的供体。如果你能拿出可行性的治疗方案，我就考虑你的提议。就这么简单？那我现在就可以？不着急，我现在要去开个会，会场离这不远，所以才顺道过来。我先走了，我等你的答案。顾主任，您慢走。不用送。再见。
这不是在耍我吗？走不下去了，你再想一想，有没有别的品牌可以替代的？妈，再喝一口。你还别说，这介入封堵的效果真是立竿见影。昨天做的，今天脸色就好多了，还不用像开刀那样住 ICU。是啊，一说要上手术台，我就紧张。我已经让文文在物色保姆了，等您出院以后啊，就好好在家休息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啊？心口。大夫，大夫，怎么了？大夫，我妈喘不上气儿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看一下。宋主任呢？手术室。哎，主任，哎，我刚才在手术室听介入科主任打电话说，脐状的封堵器掉了。是，刚才做了 B 超，发现局部瓣状肉增大，造成封堵液脱落，直接掉进了股动脉。这个病人的运气可真是，就怪那个姓宋的。我可听说了，他医术一般。昨天你还夸宋主任好呢，但是我不知道内情。刚才我去办手续啊，听几个医生护士议论，说那个姓宋的手术做的不行，不敢给您开刀，所以才介绍你啊去做介入的。你说你怎么找这么一个大夫？我看不行啊，咱就把他给换了。宋主任，你来正好。这介入封堵失败，你怎么说呀？这可是你的提议。是我提议的，不过也是你们同意了的。任何的治疗手段都有失败的风险。介入封堵，我认为是病人受罪最少的，可以一搏。可是现在失败了，就必须开胸。刚才我听你们说想换医生。你不换不换，宋主任，别听他乱说。你们要想好，要换就趁早。医患讲究双方自愿，如果你们不信任我，就不要勉强。那我也坦白地问一句，你有能力做这个手术吗？如果你质疑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可以换医生，我没意见。妈，你怎么说呀？我刚才都说了不换，宋主任，这次手术就麻烦您了啊。那就明天做。什么态度，馆长？护士长，陆医生，我帮你们。龙医生，今天谢谢你送我回家。其实我下来的时候已经叫车了，但是晚高峰一直没人接单，再加上手机没电了。手机？啊？哦。可以抽上的。拿着。我不用了，你用吧。快垫着吧，绿灯了。谢谢你啊。唐主任，好消息，我们找到一家叫新继业的医疗器械公司，他们有咱们之前用的那种进口货，而且备货量非常充足，最主要价格还比之前便宜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那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。解决了，彻底解决了。现在对方需要我们提供人工心脏的设计草图以及一些基础数据，以备可以长期跟我们合作。我们现在已经着手准备起来了。那好的，
有什么情况你随时给我打电话，好吧？嗯，好。好嘞，挂了。啊。喂，欧阳，我今天找了一个下午，但还是没有进展。内置控制器这件事儿，啊，已经解决了。新继业，啊，好呀，那太好了，希望这次能够顺利。嗯，再见。长期合作，价格还低，会有这样的好事儿？还有什么事吗？没有什么事，我下班了。你们俩早点走啊。哎，主任，我有个事儿，但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有什么事儿你尽快说，我快饿死了。啊，郑汉文担心他们组气床病人的这个手术，宋主任没把握。别的组的病人，除非他们主动找上我帮忙，不然的话，还是不要插手的好。主任，你是中心主任，如果别的组的病人出现问题，最后还不是得你处理啊？宋主任，唐主任，明天气床的手术，你把握有多大？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想问一问。唐主任，如果是曹主任或者中心的其他医疗组，你也会来问一句？我不会，因为他们不会给白塞病人做介入封堵，导致不到24小时之内，封堵器脱落，掉进骨动脉。并发症在所难免，我只是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。没错，介入跟开胸比，的确对于病人来说痛苦更小，风险也更小。但是白塞病人多次换班之后，坦白的讲，这个手术如果让我来做，首选是开胸。话我已经说清楚了，明天在手术台上，希望你能够做到心中有数。张主任，高高在上的滋味儿，是不是特别好？今天，谷英雄说，他得奖太多，用金刀奖压泡面盒。我呢，为了得奖凑篇文章，心坚命穷，被代理骗，沦为了全院的笑料。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天才怎么会知道我？1%的天赋，就永远出不了头的职业。我愿意用一切去换你这双手，
可是我没办法，我为什么不是你？我为什么不是顾英雄？我为什么这么平庸？小心烫啊！啊，谢谢。今天谢谢你啊。别客气，举手之劳。护士长，我听说你跟你未婚夫分手，是因为那个孩子。不是，是他瞧不起我这份工作。你说，我怎么能跟一个看不起我这个工作的人生活一辈子呢？要走了吗？帮您把婴儿车装好。你是不是一个人在打游戏啊？我没打游戏，我看论文呢。说好的一起玩游戏，你自己偷偷躲在家里打，还能不能做朋友了？我承认，我刚才确实玩了一局，就一局4局。叶一鸣，你是不是要变成网瘾中年啊？不是，我这今儿没什么事儿嘛，我就玩2把。哎，对了，要不然咱们俩一起玩，然后一块儿把它戒掉。真的，我之前的那个成绩打的确实不好。不可能，我一直特别坚定，我绝不打。打一局，说不打就打。这样对吗？对，就这样。哎，对，就是哎，对。哎，你看我，哎呀，这个人不好使啊！玩完这把我要换一个。你不是说这是最后一局吗？你的钢铁意志呢？我的意志被你磨没了。哎，我怎么又是死这儿了？王工，不用准备了。什么不用准备了？不行的，答应了新基业，明天一定要给人家的。真的不用准备了，这是欧阳处长刚发过来的，您看一下吧。新纪业跟那家瑞士人工心脏公司有关系？新基业代理的核心产品是那家瑞士公司生产的，所以他们对那家公司依赖性很强。而且他们压根儿也没打算真的卖东西给我们，而是想套出你研发心脏的草图跟数据。还好欧阳去了解了一下，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层。看来这家公司是要彻底进入中国市场了。他们这是在探听虚实，无非就是担心在自己的产品经过我们药监局的审查之前，国内产品就面世了。看来现在我们只剩下一个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蒋文芳，等一下麻醉科就来接人了。昨天护士给你做术前宣教了吧？8小时以内不能吃东西，不能喝水。是的，我都是按护士要求去做的。好吧。那就等着麻醉科的人吧。哎，宋主任，您等一下，我想跟您道个歉。道歉？为什么？我儿子说话太难听了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我从来没想过说要换大夫。哎，您的救命之恩我没忘呢。救命之恩
几年前，我来看儿子，身体不舒服，就查出了这个病，说是心脏白塞病，不好做手术。术后呢，还特别麻烦。我记得当时有个老大夫进来查房，带着一大群大夫。老大夫说：“你们谁能做这台手术？”当时您就应承了，您说您能做。手术以后，您天天来看我，我有什么问题呢，都是您亲自帮我解决。这个恩情我不能忘啊！我骂过我儿子吗？那些闲言碎语都是诬陷您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宋主任，我相信这次手术也一定没问题。我谢谢您了。唐主任，宋主任，唐主任，提床的手术能不能由你来做这个手术？我觉得你做这个手术更合适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和你们组的人交接。为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不说原因，我是不会接的。谁知道你会不会像从前一样，又给我挖坑呢？一个手术能有什么坑啊？你要是不说原因，我就不做。好吧。这个病人的第一次换脉手术是我做的，他一直以为是我救了他的命，其实那个时候，老主任一直在暗中选择接班人，我和几个同年资的医生一直在暗中竞争。别人怕失手，不敢接，我也不敢接。可我知道，老主任最注重医德，和别人比，我没有突出的优势，我只能齐头显着，才有获胜的可能。为了表现，我就硬着头皮接了。手术做完以后，我一天跑去看他3次，生怕出了问题，影响我的事主。我知道，现在说这些挺没脸的，可是他一直信任我，我不能拿他的安危冒险，我真的没把握。你可以看不起我，但请你接下这手术。排在下午手术吧。具体的情况，你来跟秦大忠对接。我会仔细交接的。谢谢。谢谢，顾主任。我知道您一定不会同意让护源把控制器卖给我们安和的，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。如果没有控制器的话，我们安和医院的人工心脏研发可能要被迫暂停，什么时候重启这个时间就说不定了。所以，我想请求您，哪怕是提条件也好，我们可以分担护源的，器械研发费，或者是其他的都可以，只要您说出来，我就会想尽办法跟我们院领导去争取，一定会让你满意。我会让护源把控制器卖给你们，
没错。可是顾主任，您给我的那个8个病例的病人，他们都已经去世了。我们可以等，他们等不了。我帮你，就是为了加快国产人工心脏研发的进程。第一台植入人体的国产人工心脏，我希望是我研发的，但是只要能救人，不是我研发的，无所谓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，就像你为了救你的病人，可以使用瑞士那些进口货一样。能够放下生活心，一心只为病人。顾主任，您不愧是学疗的学生。老师的教诲，一天都不敢忘记。对了，我听说有人因为丢了一个病人，哭哭啼啼跑到西藏去疗伤。给你看那8个病人的病历，就是为了让你以后不要再那么玻璃心。上个月，我丢了8个，我找谁去哭啊？一个搞心脉的大夫，如果那么脆弱，能成什么大事儿？顾主任，没想到这么小的事情你还想比较。哎，看来我真的要收回刚才那一句“你能放下胜负心”的那句话了。你已经输了，想赢的话，等下一局。好，那就看我们谁先进入临床实验，谁先做第一例人体植入手术。顾主任，祝你一切顺利。彼此彼此。进来。请问你找谁？我找护士长吴敏敏。刚才有位护士和我说，她的办公室在这儿。我就是。那请问你是病人家属还是？啊，吴护士长，我们最好还是出去谈吧。今天手术你主刀，我帮你做预注，你放心的做，有什么情况我给你兜底。宋主任，我相信你是一个有天赋的外科医生。我的意思想说，有没有天赋，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。如果所有的病人都需要有天赋的外科医生给他们手术的话，那是不是很多病人因为排不到手术而等死呢？只要你够认真、够努力，做到你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好，就是个好医生，也会被行业里的同僚所尊敬。可我怎么觉得，要想获得你的尊重是件压根儿不可能的事儿？因为你没试过，通过今天这一台手术试试看，看看我能不能从今以后尊敬你。当然了，我是不会放水的。如果你做的不对，做的不好，我是会骂人的。我之前就把秦大中骂哭过。真骂？真骂。行了，作为医助，我得去消毒铺单了。常主任，谢谢。哎，主任下手术了啊，手术顺利啊？挺好的，病人情况挺好。有个邮件给你放桌上了，好像是国外寄来的。好。
晚安。喂，现在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了，能来陪我喝一杯吗？关于人工心脏，刘副院长本来想在行政楼开个大会，总结一下教训，展望一下未来，但被我给推了。所以在今天查房之前呢，把大家聚在这儿，要聊一下重点。王工，导丝更换自阻尼材料，改用国产内置控制器，不仅解决了由于磁场不稳导致的偶然关机现象，而且也真正实现了所有的零部件都国产化。等我拿到新的样机，大家就可以重新投入动物实验了。唉，听王工这样一说，我们这进度又打回去了，还要从头开始。但是也没关系，国内我们这么多前辈，研发了10几年，都在坚持。我们现在已经算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，更不能放弃。所以接下来每一步我们都要稳扎稳打，直到人工心脏真正用于临床，我们才算结束。哎，我觉得您这个头发要是再短一点、再少点，就好像是刘副院长亲自给我们做报告一样。那我不说了啊，已经有人嫌弃我打官腔了。今天的会就到这儿，我们今天要感谢王工跟欧阳处长能够参加我们的会。那我们查房去。好，处长再见。哎，唐主任，我那个，这样，欧阳。今后需要你们医务处更加大力的支持。我知道，自从你来，我有闲过吗？跟你说个事儿，医导台呢现在缺志愿者，我让医务处印了宣传单，交给你了。啊？这个贴在医院里，那不都是病人看吗？当然不是给病人，目标是来探望病人的家属。好吧，那我让护士长贴在公告栏里。那我们的事儿你多费心，谢谢你了。我走了。哎，人都走了，你快走啊！哦，我没事儿，我也要走了。哦，我走。你那边。更换国产控制器是你提出来的，护员的资料也是你给我的，这些都是本应属于你的功劳，被我独占了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这种事情我已经习惯了。你生气了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幸亏有你。我不是说控制器的事儿，我是说瑞士公司跟新基业的关系，这不是也是你发现的吗？要是我不知道的话，早就把草图发过去了。我当然要清楚呀，这是安和医院参与研发的项目。幸亏有你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王海明啊，你今天态度怎么这么好？是不是又想提什么不靠谱的要求？丑话说在前头，不能给你们换办公室，研发的经费也不能添加。不用添，也不需要涨。你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我回办公室了。唐主任说了。打起精神搞研发，搞你的研发去。好了，够了，下车吧。看你俩这一路闹的，书包我给你俩砸。哦，这么两
的宝贝儿，哎呀，我真好哎，好。我就不行，就不行，就得信我爸爸。可是我爸是医生，厉害吧？你好，你俩宝贝儿真可爱。聊什么呢？啊？妈，江江说他妈妈是设计院设计师。我每次说我爸是医生，他不信。我没说不信啊，我是问你妈妈是做什么的。我妈会做饭，就是可好吃了。我妈会设计大楼。行了，都快迟到了，赶紧进去吧啊！还有你，好好上课啊！我好困。下完学早点睡了。啊，哎，等一下哦，不好意思。喂，我刚送完孩子呀。什么？领带？9号床的病人伤口愈合不好，他有糖尿病，要进一步帮他控制血糖。切口的分泌物送到细菌培养和药品。知道。等一会儿谁上手术啊？我小龙和廖晓波有台换办。好，你们去吧，我出门诊了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好，来，准备走。走吧。周林。哎，给你。不是跟你说蓝色那条吗？怎么？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蓝色的。你知道今天开会，昨天晚上怎么说呀？不是忘了吗？就他吧。哎，刘峰。怎么了？以后你当着孩子的面儿，别老说医生医生的。现在孩子都早熟，我怕他们有攀比心。不是我跟他们说的，可能是上一次来医院的时候听别人说的。再说了，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，你还不高兴啊？那我回去跟他们说说。我开会去了，你回去吧，啊。丢脸的又不是你。所以吸引器不能离桥血管太近。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，住院医把刚拨好的桥血管吸进去了，污染了桥血管，病人差一点没做成搭桥。那个大夫心里得多大的阴影？那也不至于，犯错误很正常的，不犯错误锻炼不出好医生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没有我就还是尽量少犯这种低级错误。哎，那现在那个大夫怎么样了？现在已经都已经。唐医生，哎，周林，刘太太，那我先去开电脑啊。去吧。你怎么来医院了？刚给刘峰送完东西。啊，准备回家？不想回家。随便转转。怎么不想回家？老公和孩子在家的时候，我还忙忙叨叨的。可是他们仨要是不在，我一个人太没意思了。现在觉得呀，还是有自己的事业和工作好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医院最近在招志愿者，如果你真的闲得没事，可以试试啊。志愿者就在门诊的导医台，回答病人一些问题，比如说哪个科室怎么走啊，怎么去取药之类的。刘峰在安和这么多年，我来医院还走迷路呢，我怎么给患者指路啊？说的也是，我就是提议一下。那我先去门诊了。好，哎，唐医生，啊，你刚才说那个志愿者在哪儿报名啊？副院长，又有你的快递。好，谢谢啊。走了。
的那一张是我家，在紫檀路那边。收养的事情呢，我们全家人都赞同。我等这颗心脏，真的等得太久了，觉得我丈夫都已经打算放弃了。本来我以为我的女儿将会成为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，可是现在我活过来了，这个小婴儿却为此失去了母亲。吴护士长，福利院的人说了，说你收养申请已经被批准了，不能出尔反尔。如果我想收养的话，除非你能把机会让给我。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想想吧。哎，你好，李女士，我是吴敏敏。那天你的提议，我想好了。抱歉，我不会放弃宝宝的。片子修好了，恢复的不错，不用紧张。药还按时吃，只是短时间内还不要剧烈运动。哪儿不舒服随时来医院。谢谢唐主任啊。没客气。主任，没有病人。啊，终于没了。饿死我了，走吧，去吃饭。今天可以让你刷我的卡。真的假的？我能点小炒吗？能。哎喂，现在啊？行，我跟唐主任说一声啊。主任，妇产科叫会诊，点名要您去。点名让我去？什么病啊？建红，要你时间可我就买它了。我跟你说多少回了，我对这个牌的湿巾过敏，你不长脑子呀你别生气，对你的病不好。病人薛建红是一个复发的子宫平滑肌瘤患者，50岁，自诉近3个月出现了心慌气短的症状，所以请心外会诊。为什么点名让我来？唐主任，这是我们主任的意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一会儿就过来，先看看病人再说吧。医院这么脏，我不得消消毒啊？是。薛建红啊，你说心脏不舒服，给你请了会诊。这是心外科唐主任，吴欣棠。你好。怎么是个女的呀？哎，建红，以前给你开刀的那也是位女大夫。那你们废话吗？妇产科能不是女的吗？哎，心外科能一样吗？唐主任是我们心脏外科的大主任，他能来会诊的，其他病人都是求之不得的。那行，那要不您就帮我先看看。那我先帮你听一下心脏，把衣服脱一下。心脏有杂音，做个超声看一下。先帮我拿一下，可以了，有点凉啊。夏白莲，来看一下，看到了吗？右心房，右中屋，心脏跳。它还跟着一起摆动呢。来，换个探头，把下面扣子也解开，裤子往下拖一点。主任，这是粘液瘤。不是粘液瘤，你仔细看，通过下腔静脉，这是从子宫爬上来的，太罕见了。可以了。这个肿瘤是从子宫爬上来的。来，先擦一下。和我想的一样。女士，我是叶依兰，屈建红的主刀大夫。叶依兰，麻醉科的叶一鸣是我弟弟。你好，唐主任，久闻不如见面。目前的情况看，心脏里的应该也是平滑肌瘤。确诊的话，百烈要看 CT、子宫镜还有PET CT 的结果。我把江百烈留下，让他给病人做一下检查。行，那我让我的住院医协助他。这个病人毛病多，不好搞。好。
叶主任，你刚才说百闻不如一见，可是您这半年都不在安和。不是听我弟弟说的，知道你大多是通过医院的各大微信群。我不是因为他说的。叶主任，看到你大姐和唐主任在说话。喂，丽阳。我得了阑尾炎。阑尾炎？通过这个检查结果，我们可以确认屈建红得的是一种罕见的静脉平滑肌瘤。这种肿瘤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始于子宫，经过生殖静脉、髂静脉和下腔静脉，已经发展到了右心房，又通过3间半侵蚀了整个的右心室。我们都知道，静脉平滑肌瘤通常的病变是良性的，可是我认为屈建红这个病例需要尽快手术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个肿瘤发展的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毒蛇，它已经侵蚀了整个的静脉。我们能看到，现在的血液是通过血管壁，还有肿瘤的缝隙流淌，容易造成堵塞。如果不尽快手术的话，病人随时可能出现晕厥，甚至猝死。肌瘤和静脉交织的这么紧密，手术的时候大出血怎么办？我也有这个顾虑，肿瘤和下腔静脉的粘连恐怕不止一处，不一定能直接从下腔静脉把肿瘤拽出来，可能需要一点一点的切开，那出血就大了。我觉得体外循环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既可以控制出血量，而且关键时刻还可以给病人输血。我们普外也没问题。我这边也没什么问题，妇科的部分相对简单，患者已经没有生育的需求，所以为了防止复发，子宫和附件会全切。这台手术，心外伤主角。不是你这怎么突然就得急性阑尾炎了？不是忽然得的，我以前也得过一次，但那次嘛正好要出差，所以我就打吊针压下去了。我好歹也是混过1年医学院的人，今天脉是点压疼加反跳疼，我就知道，我又完蛋了。哎，叶一鸣，我就这么把你叫来，你不生气吧？这有什么可生气的？你别有压力，得病啊就好好养病，身体要紧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爸妈他们都出去旅游了，我一个人又要住院又要手术的，我这心里啊，真的是挺慌的。不过幸好有你在，你帮我来做麻醉吧。手术的时候啊，都是要消毒铺单的，这熟人做不太方便。这样吧，我找我的同事给你做，然后呢，你住院期间有什么事儿，你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好。我不在的这半年，你们真的是放羊了啊！跟小吴他们几个说一下，准备一下，过2天我要考试，到时候谁不合格自己掂量掂量啊！去忙吧。一鸣，好久不见啊，八爪男。你小子！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不许在外面叫我八爪男，听见没？那我叫你亲爱的大姐总行了吧？哎，这就对了。哎，姐，你这下乡从医半年多了，愈发的珠圆玉润了，看来下面的医院伙食不错呀。你想说我胖你就直说，哎，你是不是不想活啦？你姐夫都没嫌弃我。胖吗？你自己琢磨吧。哎，姐，我前2天去爸妈家吃饭，他们也没说你要回来啊。还有，医院也没人说你要回来。
本来还有1个多月的，科里不是缺人吗？就提前回来了。哦，你这个大忙人挺有意思的，不请自来，找我有事啊？我找你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不是半年多没见着了吗？不是想你吗？过来看看你。哦，这不科里挺忙的。忙，一回来就给我安排一堆事儿。我手底下那几个住院医全放羊了，我必须得赶紧搞教训。哎，是的。逗我的吧？当然是逗你的了，我傻，我跟人家不熟，我就乱说话。但是作为你姐，我必须要提醒你啊，和唐佳宇保持一定距离。我这个八爪蓝的名号不是白得的。这半年我虽然不在医院，但是关于这个唐主任的故事，我听说了不少。他不适合你。姐，我再次跟你郑重声明一下，我和唐佳宇，我们俩就是普普通通的同事关系。而且，我的原则你应该知道。清楚。最讨厌别人干涉你的情感生活吗？我现在这样不算干涉吧？那总不能病人需要心外会诊，我不医不起，对不对？算你有点良知。哎，糟了！你这刚回来，这周末咱妈不会坚持自己下厨吧？早你一步想到，我已经在餐厅定好了位置。厉害！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，你要的方案是不可行的。妇科大夫明明跟我说可以做微创，怎么到你这儿都不行了呢？唐主任，叶主任，怎么了？这是？这个病人从子宫到右心室长了一个射性平滑肌瘤。之前没有确诊的时候，妇科给的建议是做微创，把子宫切除。可是现在需要的是开胸，但是他自己还是坚持做微创。我才跟他解释，这个手术不能微创。这个病是不可能做微创的，从子宫到右心室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手术，心外、普外还有妇科都要参与的。你哪科的呀？麻醉。你麻醉科的，你跟我说个什么劲呢？你们医生间就是互相打掩护是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心外科你给我找个男大夫，我不相信你的技术，外科就是得男大夫靠谱。我可以给你换个男大夫，可是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，你现在病情非常严重，你还坚持要换个男大夫来拖延时间。建红，你就听医生的。吃里扒外的东西。可以，我一会儿就回组里面，给你派一个男大夫来会诊。但是我必须把事情说清楚了，这个手术不能做微创，谁来都不能做。如果那个男大夫给你会诊过之后，你还不同意手术的话，那你就需要签字，后果自负，可以吗？你别拿签字来吓唬我行吗？我人就在你们医院呢，你敢让我死这儿啊？那好吧，真行。完全说不通，根本不讲道理。唐主任，别着急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唐主任，我们家建红他就是这个急性的，你们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他跟别人也这样吗？
可能是这几年生病，病好了一定会好的。他现在情况非常严重，所以需要尽快手术。我希望你也能劝劝他。那我现在就回科里帮他找其他组的男主任医生给他看，你觉得可以吗？哎呦，太好了，谢谢。那给你们添麻烦了啊，那我先去了。谭主任，你见着我姐了吧？哦，对，刚才见到了。以后啊，除非有什么正事儿，要不然你要是见着我姐的时候，能躲着就躲着。他有那么可怕吗？你相信我，没错，真的。好。健，你怎么来了？刚下手术，不想一个人吃饭，我就在想，你应该会加班吧？来了一看，果不其然。谢谢。3甲复审刚完，好多的准备工作要总结，为下一次的复审打好基础。刚做完又准备，今日事今日毕，这叫未雨绸缪，防患。鸡肉还是牛肉？鸡肉。谢谢。你说，男女之间有纯洁的友谊吗？那要看什么人。什么意思啊？比如说，你们组廖小波、秦大中那样的，我估计所有的女性都只想跟他们有纯洁的友谊。你真行，你这话让他俩同学，他肯定气死了，人家自己还觉得自己很优秀呢。现在还会有谁来啊？我刚刚来的时候，格子间都空了。对啊，都下班了。进来。王工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晚了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唐主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我来找欧阳处长是，公布一下每天的研发进展。哦，那是特殊时期，现在一切都正常化了，不用天天同步。啊，好嘞，那我走了。哎，来了，你说说今天的进展，我也想听。你也想听？目前进展的一切都非常顺利。二位再见。哎，没了。林英的家属接病人了。哎，叶主任，你是林英的家属啊？林英，你手术做完了，放心吧。明明哥，走吧。疼吗？要不还是不走了吧，躺着舒服。多走路，有助于通气和恢复，再坚持一下。那我听你的。怎么了？你借我扶一下吧，伤口疼。你扶。
慢点慢点，不着急不着急。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注意点脚下。建红，建红，建红，怎么回事？病人的心脏突然骤停，马上抢救。来晃晃吧，唐主任都怪我，我刚才想劝他做手术，他一生气拿起纸巾就砸我，结果人就直挺挺的倒下去了。室颤了，赶紧除颤。哎，除颤。 292一次，充电。292，充电完成。6恢复，292次，充电。292。回来了。好，曲建红现在的情况必须马上手术。他现在人是昏迷的，你是他丈夫，你可以替他签字。可我们可以等他醒过来自己决定，但这样太危险了。 昨天我们的男医生已经来会诊过了，他现在的情况只能开胸，不能做微创。不管是你签字还是等他，必须要尽快。这家属，尽快做决定。我签字，做手术，现在就做。马上把病人送去手术室，我打个电话。第一名，曲建红现在的病情恶化了，我现在急需一个手术室，他需要马上手术。哎，来换个尿不湿喽。好吧，来吧。哟，护士长，你这手法可比很多二胎妈妈还熟练呢。护士本来就是做护理工作的嘛。这段时间啊，我还跟我们新生儿科的护士学了几招呢。嘿，你可太用心了。好啦，起来吧，你看看都有什么啊？哇，有泡泡，你看看，哇，泡泡，看见泡泡了吗？宝贝，看见泡泡了吗？李社工，能不能透露一下？什么？我今天的表现怎么样？还合格吗？不止合格，简直优秀啊！福利院那么多孩子，要是都能找到像你这么有爱心的人收养，那就太好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，给宝宝最好的。能看得出来，作为一个妈妈，第一时间首先要考虑的，全部都是孩子。从这一点上来看，你已经像是一个妈妈了。叶主任，这次送医下乡的成果怎么样啊？还不错，主要是推广无痛分娩，还有高危孕产妇的救治规范。下面的医院都在积极推行中了，也算是咱们安和为兄弟医院做的一点事情吧。这种事儿还是要多搞起来。是。哎。进。唐主任，没打扰你吧？没有没有，快进来，主任，快请坐。我刚报名了导医台的志愿者，刚刚培训完。怎么样？感觉还好吗？先做着试试吧，就当交几个朋友也是好的。哦，对了，
他们知道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，说逢年过节的时候还会有其他工作也适合我。我今天来是想谢谢你，谢谢你建议我当志愿者。我请你吃饭吧。不用了。我约了一兰，正好她刚下手术，我介绍给你们认识啊。哦，是妇产科的叶主任吗？是她，也是叶一鸣的姐姐。那个，说出来你别不高兴啊。前一段时间，告诉我你是刘峰前女友的那位医生朋友，就是他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这个叶主任的朋友可能挺多的。不能说来听说了，情况怎么样？还可以。给你拿了2顿饭，赶紧吃。这手术做的我给我饿过去了。吃不下去。姐夫，你干嘛呢？当着那么多同事面，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我说什么了？那我八卦一下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我哪句话说错了？你是不是有个青梅竹马？爸妈和我是不是对李英都特别满意？那哪句说错了？怎么没错？全错了。我和丽英什么关系都没有。那来劲了是吧？你不想跟他有关系，想跟谁有关系？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我郑重的警告你，以后不要再掺和我个人的情感问题，不然下回即使有外人，我也会翻脸的。哎，你不吃饭了？不吃了，让你给气饱了。哎，你这臭毛病，这不都惯着你呢？王光，这个给你。啊，怎么了，王光？有问题吗？我要去个地方。你就来汇报呀？不是跟你说可以不用这样吗？我不是来汇报的，我是来跟你表白的。啊？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一起。在一起？对。研发人工心脏啊？不是，是像男人和女人那样在一起。还是没懂。哎呀，欧阳，那天你跟刘副院长的对话，我在门口都听见了。我没想到你在背后一直默默地支持我，我很感动。我这些天，我总是会莫名其妙地想到你，越想我就觉得我们俩越合适。你看啊，是你提出可以使用国产零件，是你发现了新机业的问题，我所欠缺的这些微小的部分，你都能给我补齐。我的大脑加上你的执行力，所向披靡。从这个角度上讲，我们俩非常般配，我们应该在一起，你觉得呢？欧阳，你觉得呢？王海明，哎，你要跟我在一起，是因为你觉得我能补齐你欠缺的那微小部分？是的。你还觉得我们俩是绝配？对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？哎呀，我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也很开心。王海明，你的人的脑回路真的是清奇，清奇，清新而神奇，大家都这么说的。好吧，那我就用一种你能听得懂的方式来回答你。啊，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男人和我一个女人，那个时候如果我们2个人不在一起的话，那这个人类就会毁灭。我们背负着这么重要的历史使命，如果那个时候让我选择要不要和你在一起，
你会怎么选？我会选择让人类毁灭。如果我想收养的话，除非你能把机会让给我。唐主任，叶主任，我听说那个曲建红转到普通病房了，而且还大闹了一场，还砸了东西。不是她砸的，是她老公砸的。她知道她老公给她的手术同意书签了字，要在胸口留个大疤，就跟她老公闹。她老公一气之下把病房的暖水瓶砸了，估计还能老实一会儿了。这个结局，我还真没想到。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去上手术了。哎，唐主任，其实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那天在手术室，就是我姐这人吧，她说话就是有点口无遮拦。还有，我和林英真的只是普通朋友。叶主任，你跟你身边的朋友什么样的关系，没有必要跟我解释。我在安和医院，只是想踏踏实实的工作。我去手术室了，我还有一台手术。副长，昨天进展的怎么样？挺顺利的，不过我打算让更适合的人收养宝宝了。除颤仪，除颤仪它利用脉冲电流通过心脏来消除心律失常，使患者恢复窦性心律，是医院各科室必备的一种急救设备。当患者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，比如失颤时，心脏射血终止，如果不及时抢救，会造成患者死亡。除颤仪是心肺复苏的重要步骤，也是挽救患者生命的有效措施。